上周六是淡江大橋通車後迎來的第一個周末，我也是想要去騎騎看淡江大橋。出發前呢，我在我的 IG 上面、臉書上面貼了這個文，沒想到幾天之內，它就達到了120萬人觀看。這等於是全台灣2300萬人中呢，每20個人就有1個人看過這一篇貼文。哇，真是嚇到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班老師努隆基 Sam。在台灣呢，有一個特殊的文化哦，叫做橋事情啊，可以說是這個一橋天下無難事，對不对？那橋如果說的好聽，就是協調啦。當然啊，彼此立場不一樣的時候，就要好好的來協調一下啦。那這句話呢，如果放在我們的交通上面哦，好像也蠻合理的。因為來來去去，如果要跨越江河，甚至於跨越大海，都需要一座橋嘛，對不對？那如果一座橋太塞的話，那就2座哦。很感謝啊，大家等了30年的淡江大橋，終於在5月12號正式通車啦。因為橋可以讓我們快速的到達我們想去的目的地呢，所以在開始騎重機以來，我也蠻常注意到什麼橋、什麼橋、什麼橋的。像現在右手邊這邊這個就是重陽大橋，這個是連接三重到台北市的重陽大橋，大家有看到嗎？其實它也算是一個雙手合十的一個設計哈，這也算是一個斜張橋吧，但是它是雙向的，就好像我們機車有雙後避震一樣哦。造橋鋪路當然是交通當中很重要的一環哦，但是呢，其實有了這些基礎建設之後呢，蠻重要的就是這個橋要怎麼規劃。那今天第一個目的地是要去八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在64這一邊下了匝道，來到永安大橋。本來呢，走這個右側車道哦，右轉再回轉就可以走那個疏洪道啊，但是呢，地上寫着3重哦，所以我就不敢過去了啊，所以呢，只好直走。後來就來到了蘆洲的長榮路，沒關係，既來之則安之啊。從蘆洲到五股的程子寮呢，這中間有一個程蘆大橋。我不是第一次走這個橋了哈，但是呢，今天畫面上拍給大家看，我覺得這座橋呢，它的規劃就蠻不錯的哦。雖然還是有汽機車分道了哈，但是你看它的機車道呢是有雙線道的哦，所以像左邊這位大哥他就騎得比較快，他就可以超車嘛，那就不會在一個機車道裡面容易發生擦撞的狀況。然後呢，汽車道跟機車道的中間也沒有實體的水泥墩哦，所以呢，如果萬一這位大哥他摔車了，就不會造成更嚴重的受傷啊。不過到了這個末端，他真的很怕你騎過來啊，所以中間又用水泥做了這個工程。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浪費錢啊。這條車道如果做混合車道就會更理想了。來到龍米路了。現在看過去呢，就可以隱約的看到我們淡水河的風光哦，還是真的蠻漂亮的。哇，回程的這個車輛實在有夠多哦。平常這邊就蠻容易塞車了，更何況今天是週末啊。好，來到這個地方，一個右轉，進入了觀海大道。哇，這邊真的一進來覺得整個風情就不一樣了，一種那種觀光的味道啊，很濃郁的就散發出來。哇，看一下這邊，這裡是八里左岸公園，有一種好像高雄旗津的感覺，對不對？雖然旁邊是淡水河，不能算是海啦，但是呢，你看看旁邊有種這些棕櫚樹啊，所以看起來蠻有這種南國風情的。那今天要來這邊休息的第一個點，就是在我左手邊的前面這一邊，Seven 的旁邊，叫做 Tomnat Cafe。之前就有聽過這家咖啡廳啦，有在地圖上標示了很久，所以呢，今天想說，就在這邊來坐下來休息一下，來遠遠的觀看一下我們的淡江大橋好了。如果你是開車的話呢，沒辦法，你要在那個觀海大道上面好好的找一下車位哈。但是如果是機車的話呢，還不錯，這邊店家是允許你把機車推進來哦，可以停在他們右邊這個有一點狹小的巷子。這個應該算是他們的員工的停車場吧，
那一般的速克達進來會比較容易哦。那但是像我這個 CB300R 是稍微有一點長，不過也還好，這個車子很輕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往前推。我們來去看一下後面有沒有位置。會想要來這個 ToneUp 咖啡呢，也是因為隔天其實就是我們的這個 DGR 哈，就是這個紳士路騎每年一度的這個舉辦的日子。那這個 ToneUp 咖啡呢，他們每年幾乎都是主辦哦，所以呢，今天既然要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淡江大橋呢，我就想說也來感受一下 DGR 它的這個準備的氛圍啊。在我的 Dagner 的後座包裡面呢，我隨時都放着一個安全帽帶哦。這樣子的話呢，這個寶貝的手 A Z8 就可以裝在袋子裡面，不怕刮傷啦。然後呢，袋子它有那個束帶嘛，就可以背起來，不用手拿啦。然後呢，這個 Dagner 的後座包還可以單獨的拿起來變成肩背，真的蠻方便的。哇，這個英倫復古餐廳果然是名字沒有取錯哈，因為真的它的這個裝潢感覺蠻用心的哦。雖然呢，我們仔細看一下啊，它是也有兒童座椅哦，所以是親子友善。然後呢，你也可以帶小狗狗來哦，有一隻小狗還差點想要來咬我，它也是寵物友善的。然後呢，餐廳裡面有狗狗跟小朋友的話，難免就會變得比較吵啦。哦，加上它的音樂，不過沒有關係，這邊就是一個比較自然、比較釋放的一個氛圍。哇，大家看這一台凱旋的子彈頭，哇，還有改這個單座蓋，非常復古有味道的車子，就放在店裡面。因为户外想要做户外嘛，户外的話有位置。户外好，想要坐哪邊？坐那裡。坐嗎？坐這裡可以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請坐。好，謝謝。哇，坐在這個2樓的戶外區啊，真的蠻 chill 的哦。然後這邊的點餐都是用 QR code， 所以呢，進入他們的網站之後看了一下，哇，餐點不算便宜呀，應該算是有點貴了哈。不過可能蠻多的成分都是要來買這個風景的啊。像如果你要吃到肉的話呢，起碼要1000塊左右哈。然後呢，今天是週末，所以呢，它的低消要350元，然後甜點還不能算哦。所以咖啡雖然算是140，算中上的價格，可是因為你不能喝咖啡加甜點，一定要點餐。然後很特別的是，在它的 menu 裡面竟然還有賣衣服，這個是蠻特別的。哇哦，難得啊，一個人好好的坐在這個復古餐廳裡面，享受這個獨處的時光。然後呢，看着眼前的這個夕陽西下，這個氛圍真的是蠻 chill 的。但是有一點刺眼啊，怎麼辦呢？我有自己的墨片哈，戴上去就變墨鏡啦。ToneUp 在英文裡面呢，指的是以前那些英國玩機車的人啊，能夠把時速飆到100英里的人，就會叫他 ToneUp Boy。那也就是將近時速160公里耶。哇，那真的飆很快哦！這邊的餐點雖然不便宜呀，但是我覺得它的氛圍營造的是蠻好。再來就是這個漂亮的風景，哇，真的是一覽無遺哈。其實我平常騎車呢，大概都是在便利商店喝喝飲料、吹個冷氣就不錯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想要來好好的看一下淡江大橋的關係啊，這個錢呢就給它花下去啦。好了，我的瑪格麗特披薩來了，哇，看起來是蠻好吃的哦。它烤呢還花了一點時間。
因為低消350嘛，所以我點了這個359的東西啊，那這樣就有完成啦。那再加上1成服務費呢，將近400塊，一個小小的披薩，你可能會覺得 CP 值不算高，但是呢，反正這種餐廳是賣氣氛的嘛。在休息的時候呢，我把我的 Insta360的 X5 拿出來把玩哈，選擇了拍照模式，然後又選擇了手動，這樣你就可以自己設定這個快門的秒數哦，我是設定成1秒。然後就要加上我們這個 X5 的 ND 濾鏡啊，就是減光用的，因為你快門時間拉長了嘛，必須要把那個光線減少。那這個 ND 濾鏡它有4種哦，那這個廠商提供給我的呢是 ND128。這個安裝很簡單哦，這個第一次就可以上手哦，就是要記得好好的對準它的卡榫凹槽的地方。那這樣子呢，設定好了快門，又有了這個 ND 濾鏡，就可以拍出這種有車軌的照片哦，很有意思。哇，夕陽慢慢西下，慢慢的就要進入這個藍調時間了哈。哇，在這邊用我的這個手機啊，拍攝了一下淡江大橋，看了一下淡水河的風景，真的還是蠻漂亮的。Tonap Cafe 這個餐廳呢，晚上用了很多的燈泡來做裝飾，氛圍感拉滿啊。因為看地圖上的路況啊，淡江大橋從下午一路都是紅線，都塞爆啊，所以呢，本來想說這樣子我就直接回家好了。但是後來看到晚上9點多的時候，有一點點變通暢咯，所以呢，想說來都來了，是不是？還是騎過去看一下好了。我自己是覺得它這個路口，你既然要做汽機車分流的話，那個路口應該要設計的再直覺一點啦。結果一上橋呢，還是蠻塞的啊。這個我們的 Google 地圖有時候會騙人哦。那塞歸塞啦，也不是完全停止下來的哦，所以它就是還是有一點在前進。好，那我們就慢慢的來去看一下我們的淡江大橋。哇，騎到這邊開始有一種蠻炫的。果然是新造的橋呢，就是蠻漂亮的哈。然後呢，哇，你看這個中間最主要的這個基柱啊，哇，這個雙手合十的意象，我們的這個印度設計師還是蠻厲害的哈。加上打燈呢，真的是還不錯，蠻漂亮的。雖然是現在都在塞車啦哦，不過我相信過幾週以後就比較不會了。然後到這邊它開始分流哦，要往淡水的就直走哦，然後呢。右邊那邊應該是要下另外一個匝道啊，我沒有走過就不知道啦。那我是走淡水的出口下去的，下來之後又分為直走、左轉跟右轉的車道了哦。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規劃哦，就是說蠻複雜的。然後呢，汽車有直走跟右轉嘛，然後機車也有直走跟右轉，所以就變得燈號要等蠻久的。如果可以混流的話呢，燈號就不會那麼久。好，綠燈了，那我可以右轉了。哇，終於完成了一次淡江大橋的騎乘。不知道大家有騎過了嗎？其實說實在的還是不錯的啦。那它的機車道呢，雖然是窄，但是也就是跟其他的大橋差不多嘛。但是我還是覺得有點可惜啦。既然是新造的大橋，為什麼不做成雙線道？這樣的話，騎慢的人也不會一直怕被超車，很有壓力。那騎快的人呢，你也不怕被前面的龜車擋到，你可以超車啊。機車也有雙線道的話，我想今天這個淡江大橋的爭議就不會那麼大了。好，我又再次回頭，又再騎了一次從淡水往八里的方向。這個不是我喜歡來回刷哦，沒有在那個浪費公共資源，是因為我要回家的話，走這邊呢可以直接接到台64，哇，那這個也是真的蠻方便。以後如果去北海岸的話，從那個三芝啊，經過淡水，再下來就可以走這個淡江大橋，直接接台64啦，會方便很多。來看一下旁邊寬寬的人行道跟自行車道哇，上面的這個用路人的確還是蠻開心的樣子，我覺得也蠻愜意的。這麼寬，讓行人可以走起來沒有壓力，很不錯。但是呢，我還是覺得
機車道可以做成兩線道，或是機車道給腳踏車用，然後呢，機車們都可以跟我一樣走上這一個大橋的中間的話，我覺得應該可以解決很多問題。好啦，那我就在這個8里2的匝道下來呢，直接呢穿過6E下面就可以慢慢的接上我們的台64，就可以很順暢的一路騎到新店啦。還是覺得有一個淡江大橋真的蠻不錯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，不知道大家喜歡嗎？如果你喜歡，記得要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還要開啟小鈴鐺。那如果你喜歡看很多機車美照的話，記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臉書哦。我是國寶老師，我們下次再見咯，拜拜，안녕。